我老婆在这个 KTV， 完他们那个就是有偿陪侍嘛，完诱导消费，完之后骗钱。我也不懂洋酒这个东西，反正都是4、5万、1、2万这样式的酒啊。对，他基本上是被骗酒跟骗钱200万左右。妻子瞒着丈夫偷拿家里200万，去 KTV 疯狂消费点男模，丈夫却选择原谅妻子，并反过来认为是 KTV 的错，要求把200万如数归还。那么最终结果如何呢？镜头前全副武装的便是曹先生，他表示自己一直在外地做生意，供家里的妻子吃喝玩乐，但前不久他回家后，却发现家里多出了几瓶洋酒，看起来价值不菲。虽然妻子有酗酒习惯，但不至于买如此昂贵的洋酒。再三追问下妻子，这才说出实情，表示酒都是在 KTV 买来的。曹先生随即便查询了妻子消费记录，结果让他崩溃不已。在他从外地做生意的这段时间里，妻子竟在 KTV 消费了200万左右，其中酒水就消费了100多万，有时候还会给陌生男子转账，动不动就成千上万，有时转账金额还非常暧昧，例如520、1314，累计下来高达60万左右。更让曹先生满头绿水的是，妻子竟称这些陌生男子为宝贝，这些陌生男子则称呼妻子为爱妃。曹先生不敢继续翻看妻子手机，因为他的双眼已经辣到眼泪纵流。妻子从来都没给自己转过账，反而对陌生人却如此暧昧，这换作天底下任何一个男人都难以忍受。就这样，曹先生和妻子大吵了一架，并且提出离婚。但妻子下面的一番话却让曹先生改变了看法，随即就把矛头对准了 KTV。我们女的过去选男孩子，然后俗称那行内话叫打枪嘛，一批带个10个男孩子，一批10个男孩子，让你去选，哪个好就喜欢哪个，就让哪个做一下，就意思这个意思。据马女士所述，事发当天，丈夫再一次去外地出差，她因为想念丈夫，讲到无法入眠，于是就会经常来 KTV 唱歌，并且喝点小酒，表达对丈夫的思念。谁知 KTV 经理竟带着10名男模冲了进来，表示可以帮助马女士排忧解难。马女士起初本想拒绝，但考虑漫漫长夜无人作伴，于是便留下了几名帅气男模。一开始马女士还有理智，但在男模的各种情感 PUA 下，她开始逐渐沦陷。因为女的吧，就有时候比较感性一点啊，然后就是给他们这些个就是男模做男模的 PUA 了一下呢，有可能那时候脑子有点昏头吧，说实话。一般他们这边的话小费是500一个，但是我这边最多的时候有时候一天一次性有时候给他们8万块钱都有。那为什么给这么多？那时候脑子糊涂了，真的脑子糊涂了。就这样，马女士一发不可收拾，频繁都会给男模转账，并且买下男模推荐的酒水，甚至在男模的嘘寒问暖下，她渐渐地忘记了丈夫的存在。就是女孩子嘛，被男孩子这么一哄，总以为哎呀他是喜欢你的了，怎么的，就感觉好像是以为这是真的一样的。但是你已经结婚了呀？对。那持续了多久？断断续续1年左右吧。在已经结婚的情况下，马女士却和男模持续了1年的暧昧关系，显然马女士也有自愿的成分在里面。本以为丈夫曹先生会勃然大怒，可他却选择原谅了妻子。在他看来，一定是 KTV 在背后作祟，才让妻子落入男模圈套。如今他要求 KTV 把消费的200万如数退还，但当众人来到 KTV 后，却发现大门紧闭。夫妻俩随即联系 KTV 负责人和当初提供服务的男模，可他们也拒绝接听电话。调解员费尽9牛2虎之力，才联系上了其中1名男模。然而对方发来的消息却令马女士有些惊慌。据该名男模所述，他们并未诱导消费，而是马女士自愿消费，经常会主动来店里要求他们男模赔罪，有时候还声称要花5万元买下男模1个月的时间，整天都让他们陪在马女士身边。曹先生闻言虽然气愤，但还是忍住情绪，表示 KTV 雇佣男模的行为涉嫌违法，如果不是这些男模诱惑妻子，妻子肯定不会如此消费。但 KTV 经理却表示，男模只是用来活跃气氛的，并不涉及违法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 KTV 去玩过啊？类似于会有一些这种我们的所有气氛好一点的员工会去包厢敬敬酒，带动一下气氛，这个你理解吗？我们您的意思是一排小伙子进一个包间时期，对他们活跃一下气氛。对，他们有时候也会跳舞，也会跳一种集体舞，也会唱歌这种。反而是马女士经常骚扰男模，仗着兜里有钱就认为可以为所欲为，所以完全是马女士单方面的责任，和他们 KTV 无关，想让他们退钱门都没有。事后曹先生选择了报警，目前事情还在侦办当中。那么你们认为是 KTV 诱导消费，还是马女士自愿消费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